能够邀请到我们张伟元 BIM 顾问机电顾问。那今天他带来了非常非常多很棒的资料，以及没有公开过给大家看的一些重要的档案模型。那为什么要特别这样做呢？因为过往在 BIM 在建筑或者是室内装修，包括到机电，尤其是机电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它是碰撞检查。可我就问一个问题你觉得把模型打开，然后这边做碰撞检查，到现场工地去，你的工人或者是你的机电的现场的技师，他能真的在那边看着模型说，这个要做，这个不做吗？然后请教一下，当下如果决定说这样子要做，这样不做，谁负责任？如果真的以后做错做坏了，当下也没有签任何的签合书，谁负责任？所以最终都还是要回归到图说上面。也就是说，图说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依据，而且不单是图说，任何一个比较大型的工程，它都会有现场的调度的一些说明书，还有它的工程的记录书，还有它必须要出具公文的。所以这些事情如果在没有图的概念之下所建出来的模型 ，BIM 最终只会沦为一个模型，而这个模型没有人愿意承认，也没有人愿意拿来施工，最后就变成只是一个 model， 而这个 model 还没有任何的法律效应，也没有任何的现场的解决状态的一个可能性。好，所以今天我跟这个张伟元顾问呢，其实我们在过去就已经不断的去想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整个业绩会这样子。我们讲出3个主轴。第一个主轴就是什么？多数的人从 CAD 转到 BIM 的这个过渡过程当中，往往都是在从 2D 转 3D 的观念。那你从 2D 转 3D 的时候，虽然看起来很不错，但是事实上他在 2D 转 3D 的时候，忘记了原来 2D 的效果其实是必须要从 3D 去回推回来的。那这个状况就会造成很多人觉得很难用、不好使用，而且不够直觉。但是这个回归到 BIM 的逻辑来讲， BIM 的 Information Modeling 本身就是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真正的真切的去面对到图说的问题。而第二个主轴呢，就是什么？许多人在画 BIM model 的时候都会忘记有管线的高低层次，也就是它是 3D 的。那我们过往在画这个是 2D 的嘛，那很多时候都切剖面来看。对，那你切过去看，你说已经很有经验的没事，没经验的怎么办？对，剖过去的面，如果今天有100个、300个、500个，剖不完。那一定是我们张顾问一定会去解决这个问题，跟大家讲，到底该怎么样去有系统看这个事情。而第3个东西也是大家最容易产生障碍的，而且今天张顾问也跟我们讲一个非常非常重点，就是其实从建筑的时候可能就已经错误百出，而这个错误不是指建模人建错了，而是他没有资讯在里头，你没办法修改，没办法有弹性，没办法去沟通。那所以机电拿到一个模型的时候，变成是一个它好像还要收建筑的尾，收营造的尾，就是莫名其妙。机电光解决它的图就很痛苦不容易了，你还要叫它收你的尾，那难怪机电技师画的 BIM 模型没有人要投入就算了，要投入就是好几倍的钱。我们今天都来一一为大家解开。我们今天为什么把主题设为大师？因为这个大师可能张顾问不敢自己这样说但是我说实在话，我说的大师，那个大是真正的很有宽容大量的方式去把所有问题拿出来谈，而不单纯只是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人而已。好，那相信大家非常期待，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谢谢。好，各位镜头前面的 BIM 界的前辈，还有朋友，大家好，我是愿景资讯张伟元。那今天带来的就是说，机电 BIM，目前在这个整个业界来讲，都是属于所谓的叫做假病或后病。那这些的问题的产生等一下会用实际的案例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我现在就直接开始不浪费大家时间。我现在讲当我们在开始在用建筑模型的机电的模型一定是连接建筑跟结构的模型进来，然后开始绘制这些管线，放这些设备的端点、设备的器具。那如果说今天建筑跟结构的模型，它每天都在作业，然后每天都在更新，那它也不发布一个正式的版本，那机电永远就是每天都在去找它到底改了哪里。那尤其是营造厂这部分，他们的那一群人在做 BIM 模型、建筑结构模型的人，他今天改了哪里，他也不会去画鱼形现出来。等于说，今天如果万一有一个梁增足了，我们在机电的人也不知道，只能从头又要看到尾，每天花的时间就是专门在看这个
真正要去修改的目的根本不知道。那我现在开一个实例给大家看，这是我在目前正在协助一家机电公司在做的一个案子。那他们这一家营造厂出来的模型就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出来的模型就是这样。我们切到 V1 来看最重要的是 V1 嘛，这个 V1 的模型来看，我去抓标签，没有任何的标签可以载入，所以它连标签都不做，那再来，你标签不做就算了，那你也没有空间名称，我们机电要去抓建筑模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抓到建筑的房间名称，然后去转换成空间的名称。那你在机电在做模型的人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空间。如果是电气室的部分，我当然水管的管路就不能进去。但是依照这样的一个模型，没有资讯，没有任何的我们所谓的 BIN 的 I information 是完全没有。它就只有纯粹的一个 N modeling。那这个东西对我们机电在配置管线的时候，很痛苦。问题是不断的一直产生，但是他们反馈回来是没办法去跟建筑师或结构技师去讨论的。然后等一下我还会再讲一下，并在执行的过程之中监造这个角色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通常来讲，监造都是从建筑师事务所来指派出来的。那指派出来的这些建筑师事务所的人来做监造，他们大部分都是建筑师的背景，那大概略懂一下机电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就是监造都会要求你模型要照着5大管线图下去，送审的核定的图下去建。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何必来用 Revit 呢？我拿5大管线图尺寸标一标就好啦，对不对？那我们要做的动作，机电做的动作就是要去整合、优化这些管线。那这些整合跟优化这些管线的时候，当然一定会跟5大管线图不一样啦。5大管线图它只是为了要达到送审核定的动作，但是呢，它的管线，我们讲一个机房，说在机房的周边，所有的管线都一定从机房的这个走道走出来。那每一个系统的主干管的部分，全部都在机房的走道上面。那这就要问了，是不是一定要做整合，对不对？管路是要做一个所谓的管排，或者是说侧边吊管，那日后也要有维修的空间、安装的空间，还要兼具到美观的这件事情。当然，机电不是说哪里有设备就接去管子，一定要考虑到第一个功能性要达到。你依照5大管线图的法规来说，你当管线设备从哪里来，去到哪一个地方，这些的管线是可以任意去做调整的，没有人说一定说不能调整。但是你要怎么去让这些管线的管排可以走管排，而不是东边一根管子，西边一根管子。然后呢，再来就是怎么去做优化，就是做管排的整合。那第二个就是可不可以施作性。你画完的这些管路到最后不能施作，那也是白搭。所以这个东西是等于说你必须要有一个现场比较有经验的一个机电人员来去统合这个并的机电的并的一个作业，然后去把功能达到，并且把整合也达到，然后再来就是你的安装的方式，谁先施作谁先后做，这就会牵扯到如果管排的话，就会牵扯到所谓的谁在下面谁在上面，谁要先施作谁要先后做。再来就是要考虑到日后维修的问题。那当然最后你一定要依照所谓的我们的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去放置这些的设备。比如说我们开关插座一定放在1.2米的位置，对不对？那插座都会放在离地30公分的位置。那有一些你再放，比如说现在新的监控系统，它的摄影机，它就给你放在板下的位置。那试问你这个摄影机
照出来全部都是管子，看不到人。所以说这个设备的位置也是要经过考虑的。我这边回馈一下我们张顾问在开的过程当中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就是怎么样？其实五大管线这个图我们建筑师送去到现场的时候，理论上来建造完成之后，这台湾的规则是这样子建造完成了，其实都还没有真的画完五大管线图。很多先画的，后面还被要求要修改到对，而且会改来改去。所以，如果真的有监造的人员跟你现场说，我要叫你把五大管线画完，我跟你讲，那些基建技师真的是会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因为事实上建筑师也很清楚，这个线就还没有确认。对，我建造拿到，要到真正到后面要审查，那还有一段时间。对，越大的案子审查越久，来请教一下他怎么画得完对，那画你叫人家画光单线就画那么久，还要画这个，那而且那个没有留下弹性，更惨。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要回馈的事情。那我这边开一下这个很奇葩的一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是地下室1楼，这个是内沟，就是我们的建筑物的内沟。那内沟照道理讲应该是环着这个建筑物的周边下去跑，这个竟然可以建在地下室的建上的位置。那这个排水沟一建下去之后，完了，我的管线全部都过不去啦。这些排水沟，这些你看这个阴井，这个排水沟，我只要遇到这边的这边以外都还可以，这边还可以建置可是我的管路到这个地方，它内沟画在地下室1楼，过梁对，那这个问题还可以一直反复在反映。那因为这个建模是属于给外包团队，所以他们根本没办法去解决营造厂的问题。画的时候完全没有觉得这是个问题过柱过梁，这怎么可能？这个就是说他们不管模型到底对不对，但是到了我机电建模的手上的时候，我就要去发现这个东西是不对的，然后去反馈问题去给建模的团队。这个就等于说，机电要去 Q 建筑结构的模型。这真的有一点就是说，机电自己的管线都作业时间都很短了，怎么还有办法去每一个地方帮你 check 这个东西到底对不对？这是很大的问题这个就是我说的你一个错误的建筑结构你不去跟建筑师跟结构技师讨论，那你就外包去给所谓的外面的那个的建模厂商建出来的模型就长刚刚那个样子谁深受其害？最倒霉的还是机电，因为最后就是什么要收尾。对，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业主或监造不懂 BIM 在做什么，所以说施工阶段他就乱下指令。来这个地方我再开一下，那这个模型我就是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了传统设计案的话，就是建筑的模型跟机电的技师的5大管线图都送审核定了，然后业主才去找营造厂来发包，营造厂找到之后，营造厂还会去找机电厂商去发包那这个就是其实这中间时间都被拖掉了，机电的甜蜜点都被往后退缩了。那这个专案呢，就是说它是个统包案没有错，它是个统包案，但是它还是用传统的方式，就是说建筑师画好的建筑模型，但是机电技师他是用5大管线图 CAD 的方式去送审。好，那变成说我们机电必须要依照它的5大管线图的原则，那当做 CAD 的参考底图，然后再来去优化它的管线，再来优化它的管线。那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把管排的管线都把它做调整，那结果现场的监造跟你讲一句说，你不能自己调，请你回归到原本的5大管线的路径下去画。那如果这样的话，根本不需要用到 BIM 这个模型拿5大管线图尺寸标就变施工图啦那现场就是谁先做先赢嘛，对不对？那后面的人就是反正看到哪里让他觉得说，你这管子这么小，我风管一支这么大，我先拆你的对不对？我拆你的管子，可能自来水管我拆你的嘛，拆到旁边了，施工乱象那我风管上去了，就人家给水要试水的，怎么在某个地方漏水？
那结果那根管子是被人家拆掉的。这跟施工管理的问题。对，那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拢回袂清楚啦。跟大家讲一下。2020开始。好 ，OK。实验模型打开就好。好。这个等会这顾问在讲的时候，我也补充一下其实连结这个逻辑也很重要。各位，如果现在你的公司还没有在云端上或者没有用 BIM 360的人，其实在开连结就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这个其实是要大家有一些前后顺序的一些观念在里面。对，这个就牵扯到所谓的BIM的执行计划书的时候，你的档案怎么管理？这个也要写得很清楚。档案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对。因为其实，在这种案子比较大型的案子里面来讲，案子不可能全部都是同一个档案直接打开，它一定会透过连结不断的去切换，要不然这个电脑是肯定吃不消的。刚开始跨入这个机电行业，就是从2D 的施工图开始画。那2D 施工图很简单，它就是画出一个形状出来，画几条线条，然后你用标注去注解它说，我随便画几根管子然后跟他讲说这个是给水管，那个是消防管。所以它没有所谓的立体空间，所有的高度就是随便标，标了之后呢，工程师随便标一标，然后好，那你到了监造那边送审单位的时候，他就来了，在管路复杂的部分，请你剖一刀，我看一下你那边的管路是怎么排的，这个时候对机电人员很痛苦这个是 K 的底图K 的那。你看这个，我们看这个一起开放法，它在车位上面有一些都在车位上面。那我们要回头看一下我的这个模型这是我自己亲自画的我在画的时候，我非常的去用心，就是你们仔细看，这些泡沫的 Y 轴都在同一条线上，这都在 Y 轴都在同一条线上 ，S 轴也尽量都在同一个线上。所以今天当我站在地下室的时候，我看过去的纵向跟横向都是一致性的，不会这边一排泡沫，然后那边又一个错位的泡沫所以那当然了，你要移动这些泡沫，它必须要有一个依据，就是你的防护半径有没有达到防护半径的范围里面当然这些东西我们都是要去建制模型的时候都要去思考的那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为什么监造还要我去改回去原来的5大管线图？来，我们看一下这边车位这边是车位，车位上方有泡沫，对不对？那今天如果说这一个车主，这个泡沫头，这个一起开放法我们讲一起开放法我把它移到这个车位的上方刚刚设计图就是在这个位置。那今天我这一台车子，我这个车主，我出国了。可能出国去旅游或者是出国去出差啦。好，那如果今天假设要做消防检查的时候，消防查验的时候，人家车子在这边，车子停在车位上，你能够爬到人家车顶上面去操作这一起开放法吗？对不对？那车子是人家私有财产那你在上面放这一起开放法在这边，你就是人家车上要操作的位置。所以这个是不符合我们在讲，就是说配置这些器具跟法件的时候，你要去想你的这个空间底下是什么东西。那你看这个部分像我往这边拉这边拉，这些都是车道，所以你们发现到我的一起开放法都是在车道的上方，不会在停车格里面，都是在车位的上方，车道的上方。就像这边好了，这边我也是尽量靠在车道的上方，这边也是在车道的上方。那我们除了去做这个模型的建制以外，你要去想到整个美观，就是这些所有的泡沫头都是纵向的垂直一条线，横向的就是垂直一条水平线。这是我们技师他不会去管理这些，他只要有泡沫头涵盖住之后就好了。那但是我们在做建制模型的时候要去优化它然后看再来就是让我们在停车的人下到这个整个停车空间的时候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往上看的时候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空间，不会说这边又一排那边又一排那这个东西就是我在讲的
我们好不容易去把这个模型给定义出来，把它画出来，结果监造是说不行，你这样子不让你过，因为你没有照5大管线图的泡沫图下去画，哇，完了，整个都乱掉了。那这个就是说，监造他根本就不知道 BIM 是来做什么的。我们 BIM 就是说来做所谓的施工整合跟优化管路，然后再来你要去设想你以后要维修或是检查的时候，你有没有去留下这个空间给后续的人来使用。刚刚其实有同学，就是有线上的朋友在问，他就说你赞不赞成 BIM 全部建制完成才施工，含机水电，或者是说他们换一个角度，从工程角度来讲，是不是你要送审的时候不要有 BIM 档案就可以送审啊？不要，我现在极力的努力在推动这个东西，就是说，机电技师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请技师只要给我们端点的位置跟主要设备的位置，管线的部分、主干管的部分当然是要由技师来去规划，因为他要去算压力、流量，他才能够决定这根管子要多大，然后它的马达需要多大的扬程的半谱，但是其他的配置管路，等一下可以秀一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就是我来讲就是说它是用消防泡沫的一个增益级哈。那现在摆放的就是我在放泡沫的位置，只要放泡沫的位置之后，然后这一区，现在目前看到的是这一区哈。好，那设定好，我们要去设定几个东西哈，因为我们建筑都是连接，机电都是连接外部的建筑结构，所以我们会以建筑的楼层线跟楼板下去做一个主体的结构哈。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要去选择你的泡沫头、泡沫感知是要哪一种感知的哦。这个都是让我们再放在族群里面的哦。那再来就是说，我的感知依照法规这边，你的图面上会有解释哦。泡沫的感知一定要距离往下以内30公分处哦。那再来就是说，你要选择你的系统哦。那系统名称规则我们可以不用管它哦。那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缩写它的自己产生出来的一个系统名称哦。然后再来就是你泡沫的干管的高层哦。那这个钢管的高层就是我们要去衔接4寸或是6寸的那个消防泡沫的干管哦。那这个干管的，就是要从这个地方一起开关法去衔接到这一个一起开关法，你要衔接到这根管子的高层哦，这根管子的高层哦。那我们现在是把它设定一下它的高层哈，设定在2530哦，然后与泡沫的间距就是这个会牵扯到我们这个自动泡沫布局，它可以帮你把你的泡沫管跟你的感知一同放上它的吊架哈。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选择我们的感知泡沫头哦，泡沫头，然后再来这个地方很重要哦，技师一定会放一个叫做泡沫头的数量跟管径的对照表哦。那这个管径的对照表呢，来这边我们看一下它这边可以让你去设定管径的对照表哦，1颗2颗就是1寸的，4颗5颗就是到40哦，依序下来6到17颗都是50的，那我们把它设定成50哦。设定好这些之后，你在一起开放法后，所有的管路你不用再去调整它管径大小的，因为它自动依照你这一个设定值，它自动帮你放好所有的管路的大小，甚至于它把你的弯头、大小头都会帮你做出来。我稍微帮线上的朋友补充一下这个是我们顾问他们公司专门开发的 CHC 台湾专用的一个很好的外挂。那这个不是在地化的外挂，机电的外挂，没有全部人都知道，但专门在做机电的人肯定知道，但是其实建筑或试装的不懂，所以跟你们先补充一下，这里面是非常非常在地化，而且很切实务的去解决问题的一个外挂啊。那这个我必须要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陈昌佑陈先生哦，他有点年纪了。但是他对于写程式这个动作 C++ 这个语言，因为我们知道 Revit 上是从 C++ 的架构下去写的，那所以说他对于机电本身他有实务经验，好几十年的实务经验然后加上他对这个等于说 Revit 他一直想要做到就是说如何让它自动化，
而不是 AI 哦，不能讲到 AI 哦。AI 是从无它自己自动跑成有，但是我们是要从现有的东西让它简化这些1、2、3、4、5的步骤，好，它可以让你简化步骤，但是又同时可以兼顾到你所有量体大量的这些东西，它只要帮你几个动作就可以帮你自动完成了。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建制这个一起开放法组合。好，那这个一起开放法要去把它去做一个组合，好，不管是管附件或管配件都可以。好，那我们就打一下名称，把这个名称叫做泡沫的一起开放法。好，那这个案子里面都是用到50，就是2寸的一起开放法。好，所以我们就设定这一组就好了。好，那这边就会产生出去新增一个连结。哦，在这个新增连结的时候，我们指定到所谓的消防一起开放法这一个组。哦，它会因为你要给它定义，就是说它选取这个组合来源的组合，就是这一组的一起开放法组合。再来，然后再选取你的衔接端。这个衔接端就是你要接到后面的一起开放法后面的所有泡沫，不论你是9颗、12颗或是16颗，通通都一样。你只要给它这个定义，这个点就是你要一起开放法后面的所有这些泡沫数量啊。那设定好之后呢，那我们就是把它一起开放法组就会出现。那这个就是你确认好了，就是这个是2寸一起开放法组。那这个长度都可以自己去设定。那最后就是来做一个吊架。吊架的部分呢，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泡沫都是用子母吊架。都是用子母吊架，像这样的子母吊架。那它可以配合不同的管径，然后去设定不同的吊架，因为杆枝就是固定15发的，那下面泡沫管它可能就是从25一直到50，所以它可以不同的变化。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都很简单前面是放置泡沫头，再来就是连接这个泡沫的管线。好，这个就出现管子了，有没有？宽选就自动产生管子了。然后这个泡沫头衔接起来的时候，中间还有一段，中间这边还有一段，所以中间这一段呢，就要衔接平行管段。那告诉他选择你要哪一个管段，点它，然后插入点，现在可能是在这个绿色这个插入点，红色这个插入点，点它，然后他告诉你要衔接到哪个位置去，衔接到这个点。好，那它就自动横向就帮你接出来了。这个都是25，就是1寸的管子这目前都还是1寸的管子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选择一起开放法组。那目前这个一起开放法组刚好在梁下，所以我们要把它移出来。技师的图刚好在梁下，所以我们要把它移到别的梁的旁边，点它，然后另外一侧就是要接杠管的部分那你们现在可以看。好，它就完成帮你布置好了。该有的这个是2寸的，这个管子它自动就会变2寸，这个管子要32的，它自动就会变32。那标签呢，我们都写在里面。未来我们在提供样板的时候，这些标签都会在里面。这个动作就是说，杆枝都是15发，不要去标它了，直接在图说下面写杆枝就15发。那未标示的呢，都是写25发。这样子看就显清楚。你只要把不同的管径像这个是32，这个32，这是50，把它特别标出来，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32，那它这边自动就会有一个大小头。我们看一下它转出来的样子。它就是配合你的管路的高层，还有你的感知管的间距。你看我们配出来的管子全部都是在梁下，那这个案子的业主也表示说，不能让我穿梁，不能让我们穿梁，所以我们都是直接就是配在梁下。那它该有的这些零件、子母管束有没有？它该放置的子母管束都全部帮你放上去了。这个是还有吊架，那个吊子螺压，它也都帮你放上去了。好，那这个是一起开放法管子接出来，
这个是2寸，杠管是1寸，是4寸，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哦，在外面的那些建模的人员都是，他不知道所谓的2寸或2寸半以上，他可能是用焊接的，他可能用镀锌钢管的哦，然后2寸半以下的，他可能要用牙接的，或是用不锈钢压接的，哦，这个东西，等一下我也可以开一下模型哦，这个东西真的，你拿去给外包的厂商，他根本不管你这些，那你用错的零件，用错弯头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你的管路的爬升跟下降的距离，哦，比如说你去，好像这个后面我们再多一个，然后呢，先从这边一起手动测试开关衔接起来，好，这个东西就完成了哈。好，我们补充一下就是其实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外挂它是存在已经蛮久的时间了，那也很多人知道。那但是重点不在于这个外挂，重点在于其实你背景知识有没有跟现场做一个串联。也就是说，没有背景知识画出来的图也是蛮恐怖的啦。对，所以要有充分的背景知识之前，你才去选择理解，不然刚刚那些东西对我们建筑人来讲或者对其他不是这本科人来讲，真的也是一团天书，看不懂的。对，没错。那但是这个东西都是在你图说上面都可以得到这些资讯。好，没有了。OK， 好，那再来就是我刚才讲了，整个业界85%以上都是假鬢或是厚鬢。那我比较推荐，还蛮崇拜的一家公司，在台中有一家蛮有名的水电公司大家应该都知道哪一家公司，那我们不讲那当然可惜他们也没有教了对他们还可以用胆我们不能讲人家的对与错大家都有他自己的商业机密，是对那我来再开另外一个模型不过现在线上的各位就是知道我们有张顾问在现场，你就知道其实今天是真的很有福气，因为我们看得到他直接将他的机密跟我们说这些案子如果你遇到过的那大家心知肚明了那你没看过的，让大家看一下，开个眼界一下。哪一个？我觉得这个太适合给大家看一下。各位看一下刚刚就有人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顺道回应一下。有人在问说，是不是其实5大管线跟 BIM 模型应该是扮演不同的角色？看到这个应该是也蛮明显的，它应该是要有彼此的关系。OK，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这个消防泡沫它就是单独一个专案档。动力系统它就是单独一个专案档 ，yes， 然后排水也是单独一个专案档，给水也是然后景观也是景观不需要，给水的也是好，那我们来讲既然已经有 Revit 这套软体了，它就是可以做所谓的联动，它可以做联动，那你的视图样板是可以做复制的，所以你的关键点是在于你要做出不同的视图样板出来。那等一下我会操作，我会把我的样板档打开一下给各位看。那现在给各位看的就是，坦白讲，它这个没办法去做所谓的整合。这个其实做工我都知道，我们先拉一下2020回来，有它的好，但也有它一些问题。但2020只要有在用的，大家都知道，我们把它拉进来这边，不然它升级的时候会花更多时间。我先把2023的关掉好了。这也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它如果不去做软体的升级，它已经有2020的序号了，那它就永远都用2020专案，就尤其是营造或是建筑师，他就坚持一定要用2020。对，因为他没有买2021、2022、2023的序号，他都没有每年没有跟着签，所以他就卡在2022了。好，来，这边可以看一下我们检视这个泡沫的系统来，最简单的。好，我们看到这个应该叫做，这个上面这一颗应该叫做感知吧？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元件叫什么？洒水头向上。这个吸色模型就是让外包给外面的厂商。然后这一颗是叫什么？泡沫头嘛，它叫什么？洒水。优美型洒水头，这就厉害了。洒水的防护半径跟泡沫的防护半径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好，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管子是50的，
就是2寸哈，这边是2寸，所以它用螺牙去接，没问题，这没问题哈。但是我们来看到4寸的管子，这个是干管4寸的管子，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管子，这就天才了，它还是给你用螺牙，它还是要给你用螺牙。那这样的螺牙，好，那我如果有一个爬升下降的部分的话，会产生什么问题？它这边不知道有没有爬升下降这看起来这一个案子蛮平面的啊，对，好，这个几乎没有什么爬升下降。那我们可以讲哈，当你要爬升跟下降的时候，照理说这个是要用焊接式的弯头，焊接式的弯头哦，3通也是一样，也是用焊接式的哦，但是目前已经比较新的工法叫做用机械接头，哦，就是用机械接头。那机械接头它也不是长这个样子，它会有一个马鞍，哦，这就是上下有一个夹片这样子，哦，那所有的东西，你不管是弯头或是4寸管，一般我们讲2/2以上的管子，你可能要用机械接头，或是用焊接的。那2/2以下的管子是用螺牙的。那你如果去用螺牙的，然后去一个爬升做，我们今天在讲搭咕搭啦。哦，就是说哦，你遇到了别的管子，我要一个爬升水平在下降的时候，这就会牵扯到你2个弯头之间的间距够不够？不准就完蛋了。只要你用不对的弯头，你将来到时候你爬升的角度高层可能都会一个管子去影响到所有其他的管子，哦，还改不了。哦，对对对，那所以就是怎么样？通常你都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当我们在大楼在建造的时候 ，RC 阶段都属于叫做预埋线、预埋盒。那机电在开始配管的时候，它要抢，因为RC 阶段，它机电公司真的赚不到钱，它可能甚至是赔钱的状态，它必须要把人做 RC 的这些预埋管线跟这些预埋盒的出线口，这些可能都是赔钱，因为这个你还要含在公务所的人事的开销，一个案子可能就要包括5个工作人员，所以机电它的第一笔的收入来源会是请款的来源会是什么？就是泡沫。因为很简单，就是说，监造或是业主他要求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做完了，完成度了，然后我试压之后，他可以让你请款。那什么东西最好做？泡沫啦。因为我们是从地下阀基层开始一直做上来，做到屋顶层嘛，可以配过去的。那我能够抢的就是地下室嘛，对不对？好了，那你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的检讨过的模型，我的消防干管一定是从头到尾直线走，我的泡沫就是从头到尾都是直线走。那将来遇到了风管呢？来不及，后面就只能靠它了。对，被它给影响全部。有2种情况，一个就是人家把他的管子拆掉，我先配我的再说。对。另外一个就是配风管的厂商来跟你 argue， 跟现场工程师 argue 说，你的管子做在那边，我的风管不能做啊。就现场的小包跟小包在吵架。对。就都是发生这种事情。那所以说，为了要请款，一定都是消防泡沫先做。那消防泡沫先做，好处是什么？上面都空空的啊，没有东西啊，所以我就从头做到尾，就是一条直线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我们建筑师遇到的更尴尬的点，就是我们在做审查的时候，谁先来审？消防嘛，对吗？消防先审，对，5大管线，其他是后面慢慢再来，而且还不一定会来看。因为消防法规是最重要的。对，因为你在申请使照之前，一定要经过消检。对啊。对，所以消防是最重要的。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消防，我们再来看这个消防它因为它泡沫跟消防混在一起，这个消防栓箱怎么样都不可能，这个干管是直接接到消防栓箱里面的。这个是没有实务经验的人去我们所谓叫做翻模，用 K 的图去翻成这个模型。对，只是把它建出来。他只是把东西画出来，管子碰到这个物件就结束了。各位等一下一定要注意看因为等一下我们的顾问就会开始去准备把
模型跟图的连接性串接出来给大家看的。好，那这个是一个系统哈，它就只有一个系统，就是泡沫。我给各位看一下哈，这个资料夹，各位可以看一下哦，为什么我会写机电模？当然这是某某专案啦，我把那个专案名称拿掉了，所以是机电模型，括号一个叫做2020，不是在2020年画的。版本是2020，但是我这个括号的用意就是要让你拿到模型的人知道，这个档案是用2020的版本下去画的，升级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对，升级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有时候第一个它会单调，第二个它的你比如说你用2018的画，你要升级到2023，它所花的时间就更久了，非常之久，非常的久，而且容易当。然后资料会丢失。资讯也不一样，档案也会管路也可能会断掉，但是你要去找哪些东西流失，哪些断掉，找不到，这找不到，所以我们最安全的方法就是，你如果是用2018的模型下去画，你就慢慢去升级到2019之后再去升级2020，没错，这样的升级方式是最安全的，是最安全的。过来没关系，我们看这个好了，排水系统，我们直接拉进来。因为这个档案的量比较多了，是刚刚在跑升级哈。对，我们把223先关掉，好不好？23看起来你现在还没有到很明显会经常拿出来用的状态。对。有了，这个出来，这个出来。你刚开。好，来，同样的一个这个有那个机电的设计案挂架。那这个也是他把电力系统画在另外一个画在另外一个专案档里面。那我们来检视一下看一下它的这种有几个天才的配法。来，这个弯头，所有的线架一定是要6倍的，它的管径，它的转弯半径一定要6倍的，不可能是 L 型的转弯，因为你的线不可能让你折 L 型，它一定是走弧形的。对，有大弧。一定要走大弧。那再来这个地方，我稍微帮大家补充一个，这个很重要。很多用建模角度的人、画图的人，他是不管实物的，他也不管真的有没有这个东西，他就是觉得反正这个人接上去就好了，我只要能把它接上去就很厉害了。对。可是到现场去的时候，回来，这个建模的人没有责任对，没错。这是最惨的地方。他没责任。所以，如果画图的人没有意识到你画出来的是要盖出来的，那就很麻烦。所以一定要请各位，你自己如果是经营这个事情的人，你一定要回馈一下自己，它是会真的会做出来的。对，好，那再来看这个看起来就是要往上面翘，内弯往上翘，内弯画不出来，然后它就给你画成一个密闭式的线槽。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说，那在这里就又一个 L 型的，然后再来 T 接头，电缆架 T 接头，它也是一定要有一个半径弧度的，不可能是 L 型的。那再来，这是我讲的这个桥架，电缆架跟这个电缆架这样配看起来没问题，对不对？跟你讲，现场不可能有这种电缆架出现的啦，没有这个构件的，黑啦，世界上也没有人会真的去特制这个东西的。那你要叫师傅去裁，然后再去要怎么连？怎么焊呢？也不能焊，对啊，也没有套件所以这个东西我们都会用可调式垫片，可调式的然后去把它衔接起来。这种硬是把它拉出来的，这个都是不对的。这个实物上现场实物，师傅会说你做给我看啊，你有办法做给我看，我就帮你做下去啊。其实我跟各位讲个比较有趣的说法，这跟顾问的做法还不太相同。如果我们遇到这个问题通常我会把那个模型空着，把原型先画出来，然后我们去请教专家怎么解决。对，各位在建模的人，不要觉得你非要把模型建完成就厉害，模型建完只不过是你的工作完成，对，但后面的工作还多着呢。对，没错。这个就是他都把各个各个系统都画成一个单的专案档那所以它的档案会比较小，升级的速度会比较快其实各位我们这边直播所以会有开启的这个状态。有时候我们在看档案的时候看不到，不过我跟各位讲，你也找不到什么地方有人这样开档案给你看。
所以各位留在线上，现在已经有来到130几个人了。哦，这么多。对，大家是真的是很认真在看的顾问你开的所有内容。各位有问题都可以及时反映，只要有人我都可以回。嘿，当然有人今天就问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今天这个外挂怎么购买哈？事实上，这个外挂这个也在业界很有名的，等会我们最后再帮忙跟大家分享。这个外挂很简单，你只要上那个 Autodisk 有一个叫做职人加油站，Autodisk 有一个官网，它就是在地化的职人加油站，你上去看，就可以看得到，我这边提供的。陈昌佑陈大哥那边提供的一些外挂的 CHC 的外挂软体，然后还有我这边提供的在地化的元件，还有在地化的样板档。嘿，好，这个是排水图。来，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弯头45度角没错，但是又看到了它是用牙接，我们是要用 PVC 管的，对不对 ？PVC 管它的管壁是比较厚的。等一下我们再给各位看然后再来，这个45度角是对的，排水都是要用2个45度角好，那你这个地方就看了，这个地方就是错的，不可能是用一个 L 型，这个没有用你们的外挂嘛，对不对？这个没有，这个它都没有，这一定要用2个45度角接，不可能是用一个90度接，这样排水绝对不顺，再来就是说，我在那边看一下这一个落水头下来，落水头下来，一定要装所谓的纯水弯。纯水弯没做，然后还接2段。对，这个应该会塞住。这个应该大家都有尝试，应该都知道。你落水头一定要有纯水弯因为你这个落水头，你可能会积了你的毛发，它也没有总纯。然后你可能洗地板的时候，一些垃圾杂物都会掉下去，久了就会阻塞了。有没有提笼啊？那也没有水封啊，真的对不对？你有纯水弯的话才会有水封嘛。对啊，你没有水封，你这些臭气从哪里来？一定上来，一定上来。你只要到厕所，不要说厕所啦，你到地下室停车场去闻一下就知道那个味道，还清不掉。对，那个味道怎么样都在高雄的一个很有名的图书馆，在地下3楼、4楼的时候，那味道永远都上不去，永远都上不去，我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他当时会没有把这个封掉那你看这个地方。很明显啦，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上去就是接马桶，但是没有人在用这种接法的。这个3个接法，没有这种接法。然后呢，你要接什么？你至少要把你的设备放上去吧，你马桶应该放上去吧。虽然你不知道品牌没关系，但是你至少要知道你的马桶跟你的墙面出来到你的排水口，马桶的排水口。到底是30公分还是40公分？你要留的时候你要知道，30、40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完全是不一样所以说你的马桶一定要放上去，让人家知道你是用30公分还是40公分的。再来，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个地方这个不是我在故意挑毛病我只是把事实讲出来而已事实讲出来，然后这个地方可以看一下来看一下它有没有接透气管这个系统到这边都没有透气管。都没有透气管然后呢，我们找到它有没有透气管的位置。好，这里有透气管的，这不是，这是直接接到管道间的透气。好，这个透气管它这个地方，第一个，它的3通就不对了。它是一定要用 PVC， 这个是螺牙，所以你接上来之后，这个也是 PVC， 这一个我们叫做衔接段，衔接的这一段。我们现场的师傅都一共弹杠这不知道是日本话还是应该是日本话传回来的，然后会有留一段弹杠的，你那个弹杠根本就不够不够的话会怎样？因为到时候管子要修的时候，我连拆都没办法拆对管子裂开的时候都没办法拆螺牙的根本不可能拆对这也不可能是用螺牙啦。对完全不对。排水机有2种，一个就是 PVC。另外一个就是机械接头，就是 GIP 管，就这2种，那他用的这种真的我不知道，这个到最后，因为这个是我去审查的一个案子人家业主也拜托说，就让他过了，所以也没办法对不对？很多事情都会牵扯到使用的时候才来回馈的，对，才来讲。
好，那我再回过头来讲一下，这些都是失败案子哈，这些都是失败的案子。人生要往正向走。对，我们开始要来讲，我们来人生正向走。虽然我们会往后延伸一点。对，那今年其实跟吴建筑师这边其实就是有一点想法，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些线上的课程，提供线上的课程。那我们现在刚好在开图档案。那我们希望说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初阶的，就是说让你能够知道说机电在建筑物里面到底要怎么去看待这个机电的模型。那另外就是说，另外一种就是，我实际稍微带一下各位去操作这个机电的样板档。那后续的话，我也会因为跟建筑研究院这边，因为建筑研究院这边帮忙的社会住宅这边写了很详细的一些病的规范，但是我这边很感谢那个建筑研究院的黄正汉黄博士。因为我把这些问题反映给他，他也愿意来配合说，我们把机电的这个章节把它做修改。从我的视图样板该怎么开，然后色彩计划书该怎么写，那等一下我都会把它打开出来给各位看一下，然后怎么去审核这个模型到底对不对。那因为黄渤那边也回馈了我很多他手边收了一大堆社会住宅的竣工模型，但是他们的人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看，不是不懂，不是不懂机电模型，是根本就是不知道在画什么。然后里面的 information 通通都没有，就是个模型给你的那边转来转去。那个其实只是为了因为我们公共工程有一笔定的预算，对，你一定要把它消掉。竣工交了他才会给。对，那也审查那个人也看不懂，你有交嘛？我看起来可以转嘛？而且他们很多公共工程你知道吗？还要求你要把 BIM Viewer 这个东西放到他的公共工程的购买的计划里头。是，所以他们看可以转了。OK， 交差那个如果今天案子够大，就是几百万、几千万就拨出去了。对，那这都是事后病我们讲的假病事后病对啊，那里面没有任何的资讯。那以后要拿来做什么循环建筑？不可能不可能你真的要去循环建筑不要说循环建筑，我们做营运维护，你就搞得大家一头乱。找不到，真的找不到，没有错。在今年的预计就是说我会跟建筑研究院的黄正汉博士这边开始把机电这个部分不是正式是正确的去注视它怎么样把机电的规范写得更详细一点，而且我们不是着重在模型这个地方，我们着重的是 information 的部分。而且我们要求到你从模型的建制，所有5大管线图分项的建制，一定要能够出到图纸集这边来 ，Revit 的图纸集来，然后不能去做 K 的加工，直接从 Revit 里面直接出 PDF 档。有人在问你可以先回答，机电可不可以在后期维运串接起来？当然可以啊。这个在我们现在不讲个别的私人案子我们都讲公共工程的案子跟社会住宅的案子所有的资料，不管你是假病或是后病都没关系，但是你必须要把所有的物件、所有的设备的这些 information， 比如说制造厂商、安装日期、保固年限、经销商的电话，然后保养时间，你这些都是必须要填入到所谓的我们的参数栏位里面去。那这样子在后端营运维护平台的时候，它要抓的大概就是这些资料。我稍微插嘴一下，这个很重要。建筑师、营造厂、建筑监造、模型的处理，这些后面的厂商，有哪一个人知道这么多资讯？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究的事情。对，也就是说，这个资讯其实在什么时候该被输入，也应该是要被定义的。因为最后谁会买什么，你建筑师不能指定不然我们就要被抓了。对不对？那营造厂想要指定，也得经过建筑师审查。对，所以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如果公共工程的话如果我们再退回来讲在机电的开始建制的时候，
假设啊，已经有一些设备厂商已经核准了，比如说我的马桶是要用头透的啦，或者是我的消防泵浦是用某一家的厂牌啊。可是，在台湾有一个很大的现象，就是大家在送审，大家都想卖产品到这个市场上，但是呢，你要卖产品却没有现在主流的 BIM 的元件，那谁要去磕？又是机电的人员要去磕。但是我觉得这个责任是在设备厂商，你一个设备随便采购就几十万几百万，你连这几万块的元件都不愿意去做。目前我看到市面上所有的，不管是泵浦啦、空调啦、马达啦、发电机啊，没有一家厂商他愿意在他的网站上面提供。其实我跟各位分享那些模型也不用刻到很细，我们要的是information，不是那个模型的细致，不是你要把那个要做的多细致，那其实只要让人家一眼看出来，这个就是消防，比如说就是消防泵浦，能够看得出来样式、尺寸跟细节的。所以很重要的接头的位置要弄出来，对，不是说什么材料什么，材料也可以拿来用，那个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是 information 要弄出来。对，2020，对，好，你这个答案可能都蛮大的。没有，对，因为我画的很精致。2020出来，好，太好了。好，这个就是这个是地下一层的模型来，这个我们看一下这边的专案浏览器这里，我们看一下我里面会包含了一个不可原视图啦，就是这个东西是不要去动它的再来会有什么？会有墙柱的方样图，我把它切到墙柱的方样图来。有人在问刚刚的马桶的管线建筑是接法不对，还是用错类型？弄错类型啦，类型不对，管配件用错啦，整个系统都出错的。你在开的过程当中，他要讲说就是我之前去面试过一个物业管理公司，经理说水电的模型都一条串到底，结果中间出一个错之后，就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拆到更细的模型又会导致模型档案更大，所以其实考量到我是不是应该要改变建模习惯？这当然了，一定要改变建模习惯了。我们不应该是从建模角度出发嘛，还是要从图角度出发？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刚刚开给各位看的就是电器归电器。一个专案档，然后给水是一个专案档，排水是一个专案档。那我这边的做法就是，来你们看一下我这边有墙柱的放样，这个是楼板的放样，这个东西这个是柱墙的放样，然后再来顶板的放样，我直接出，我会分两个，一个叫做这个东西叫做模型的建制。另外一个是专门来用出图的模型跟出图，我就会去区分它的视图样板。模型就是用细致描影的方式去建制这个模型。那出图的话呢，我只要看到图例，看到图例，然后单线图，这样就可以了。那你看一下，这个是顶板的这个灯具，灯具，这是灯具，把它放一下那个我们线出。在顾问在开的时候，各位注意看一下左边这些分类我相信有在用 BIM 的人，真的有在用的人，可能还不到10%有这样做。对，没错。那这跟我们的线上课程一样，我们线上课程其实在教建筑和教视装的时候，非常非常注重左边这个排列这个事情，而且刚刚顾问跟我们做的事情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他也把模型跟图分得很清楚，所以要出图的就是要专门把出图的内容都设定好，设定在一个样板，做模型要把模型做对。那这个东西，你看这个就是，你要把这个是顶板的器具放样图它里面会包含什么感知啦、消防侦烟啦，然后灯具啊，这些还有避难方向指示灯啊，还有这个风机啊，我们都会把顶板必须要预买的东西先放好，尺寸放样好，现场工班它才能够有尺寸，才能够照这个尺寸去放样，当然留。蘑菇室就是我们的那个接线盒。我给你，请你帮我点一下这个，标注一下，是点一下它按一下右键，给它性质一下。性质，我们把它拉过来左边一下好了，这个好重要。对，那你帮我拉到左边来，对齐在这边一下。好，一样，我让大家看，这个也是我们
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但是很多人也是搞不懂。没关系，这边这样就好。来，你注意看，各位，这个墙面放样尺寸，这个是被命名过的。对，很多人其实就是用原来的，一次用到底，也没有颜色，也没有命名，啥都没有。是谁看得懂？你要改还不能联动改啊。那这个东西就是秘诀，先公开一下哦。这个是在左边。放样尺寸在这边，我把它拉过来。这东西我讲一下哦。来，我们看到颜色放样尺寸，我一定是用红色的尺寸做标注，然后呢，字体一定要是斜体的，为什么？斜体的我就是要让现场师傅他去量尺寸要用的，正体的字就是只是标注管高层、管径用的，这就是我的区别，所以你会看到。我只要是放样的尺寸，都是这样所谓的斜体，斜体是红色的，对，好，那我们再来看这都是联动的哦，我只要随便改一个，这边就全部都跟着动好，这个是楼板的总套，好，这个是把它切到模型来，然后切到描影来，好，很多看到这个东西已经完全在切入到模型跟图的组合关系了，来，很多人都说水电2寸管以下不要画。你不要画，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会有管线？来，这个电管该不该画？这些电管，这是82伏的电管该不该画？当然要该画啊，因为这边还是会有碰撞的问题啊。盘体到盘体之间。到拉线箱到这里来，全部都是要画的，这都要画的。然后接着我们要的是什么？你要告诉审图的人跟施工的师傅知道，我这根管子它是什么？消防泡沫管，单位机电的单位一定是用 millimeter， 一定都要用 millimeter。为什么？这根管子它的管径叫什么？100。对不对？1寸管是不是叫25？对啊。有没有人讲2.5公分？没有，很少。不懂的还乱讲要不然就讲1寸。那我们这个东西就是4分，懂的人叫做英寸的话就是4分管，4寸管，4寸管。所以这个东西一张图面比如说你的管是用英寸的，然后呢，你的电管是用直径的。结果一张图面又有公分比如说它量的这个尺寸，它用公分单位来，又有公分，然后管的管径又用 millimeter， 然后它这边可能 VOP 可能就是写399，就是用公分然后再来可能这个地方用英寸的，一个图面至少会有3种不同单位，谁受得了？而且定义也不清楚。对，所以我们一律在机电的部分就是用 millimeter， 那建筑不用讲，就是用公分，对不对？对。那结构呢，也有人用 millimeter， 也有人用公分，也有人，比如说是钢构的，它可能没有中央标准，对，只有业界标准，对，只有业界标准，没有中央标准但是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跟各位讲，就是说机电一定要用 millimeter， 这个是很重要的倡导在线上的很多其实机电相关的朋友，你一定要记得让这个业界的标准成为一个风向，大家以后在做事情才会让业界更加的顺畅。对，然后你看，像这个我的就是用机械接头，这个就是4寸管，4寸管，刚刚画的它还是给你用压接，这个才是正确的4寸管，机械接头，这种做法才是对的好，那管线呢？每一支的管线，废水管的压力管管径多大，管底多少，这个都要标示出来。然后再来，这个地方引上引下你也要写，这个地方要往下，多大的管子 ？CIP 管多大管子要引下？能顶一下这个线吗？这个线来注意看，很多人不懂所以我要提一下，这个东西的标注也是有命名的哈。这个上下行管标注是特别命名，不是你拉一个线自己给它画一个勾就结束了。我跟你讲，很多人还是这样画。不行。要记得这个东西，因为它改是一起改的。借我一下哈。我们在所有病里面，所有东西都是叫元件，
只是说它是模型元件还是标注元件，这个东西都是有类型的，对，所以它不是乱来的，有关系。物件导向的逻辑很重要，所以各位一定要跟着看一下。好，那这个看完总套，我们来看单系统。单系统这个地方就有汽车充电，然后再来照明。大家都说运买管不要画，我所谓的运买管是说，我不去真正画里面的坐在板内的那个管子，但是你至少要回路要画给人家吧，线还是要指出来。来，你看我们这边这个地方，这个是紧急照明，到这边拉到这边，还有一个紧急避难方向指示灯，这是属于火警的。然后这个灯具呢，好，比如说这边接到这里来，这边要接到哪里？这边会写EVEL 的盘名，第几回路？第6回路。管径多大？2.0乘以2条，里面有线，2.0乘以2条。管多大 ？PVC 管的16发，然后加上接地线。你必须要去来这个地方我们去点它这个地方是在回路里面。然后去编辑回路，这个编辑回路就是我要哪几颗要接在同一个回路的时候，我去形成的。形成好之后，我要给它哪一个盘名，土到哪一个盘，然后完成回路。完成回路之后，它会在你点的第一个点，它会形成这个箭头出来。对，各位仔细看因为这个东西是 know how， 不会就是不会，你就只会用打的，只会用输入的，对，你不知道可以自动串接出来。这种东西就这样讲，就是说。Revit 没有什么东西做不到，除非你有更好的 idea 可以提出来，否则其实是我们没有去发掘它，对，没有去利用它。而我们机电的建模的人员就是，其实我只要会操作软体就好了，剩下就是回路，没办法画 ，Revit 没办法画，要到 CAD 里面加工，什么都要到 CAD 里面加工。资讯没有先架构起来，当然都不能画呀。对，那这个出图的时候很简单。我把这个线，有没有发现？我把这个线放出了。这个线出从哪里来？很多人一定不知道管理设定这边，这在我们的课程是有教的真的各位一定要记得。线出我们建筑课程也是教这个，这很重要。这个非常的重要这完全影响到你出图的样式对，来，而且还可以管理。你看我在1:100，因为我做图习惯都是1:100。我不习惯用1:200，因为你1:200，你的那个图例要变缩小，要放大所以我一律都是要用1:100的方式下去做。那如果这个1:100的图是超过你的图宽的范围的时候，我就会用衔接线去衔接它，而不要勉强为了要把这个图然后硬塞，然后把它做成200:1。其实看图的也不舒服啦，坦白讲，因为太小了所以1:100是最适合我们的。那我们来讲1:100里面，其实在 Revit 里面的线最细的线就是0.025的线，这是最细的了。那我们就直接到图纸，我们看 V1 的照明，这张图就是 V1 的照明图，有了回路了，所有回路都接上去了，然后该有的标签。它的管线径多大，吃到哪一个盘，第几个回路都出现了。重要就是图例表，我们图例表都把它上去了，但是业主说数量表不要放，因为电线有长有短，把它定死了，写上去死了，以后请款比较麻烦，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就是把图例表该有的，像这个车道灯、吸顶灯。都把它放上去了，所以这张图就是一张施工图，不经过任何的 CAD 加工。我一定要开给大家看，这个偷偷给我们的顾问打开一下。来，各位如果不相信的话，我现在把它打开2下，编辑它是可以编辑的对，而且当我改变什么东西，譬如说我去动它任何东西，我们图盘体一样是跟着动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并不是模型了，它是直接是图了。对，那你去联动回去到套图那一张图，不要看这个照明，我们看给水管好。这个给水管我们直接进来里面然后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管子样板。好，这一支没关系，这个我已经把它，因为视图样板我把它锁住了对，所以我把这一条管子把这根管子我往上移到这个位置来。
哦，原本是4支嘛，现在我把这一支移到跟这一支旁边一样。好，那我们再回到原视图这里 V1 的部分哈，这支给水管哈，我们看到是在连续壁旁边的。这个是 V1， 对，在下面，在下面这边改过来的。这一根管子是联动的哦。好，这根管子是联动的，所以我在做整合套绘的时候，如果像刚刚是电力的画一张，给水的画一张，消防的画一张，然后再其他就全部都套进来，我要为了这根管子，可能消防的要去让给水的，我就要去开消防的管子，然后去移动那一个管子之后，再套回来，看对不对？我在这边完全不用，我直接就可以调整哦。比如说这根我不要在这里，我直接到这里来，我可以直接就调了。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需要今天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线上一样还有100多个人哈，120几个人。我跟各位分享的这个事情就是，其实这个也是业界的实践的难处啦。要找到像你这么全面的这个很厉害的顾问不容易。不要这么说。所以说，如果我们自己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譬如说一个机电事务所，或者一个机电公司，或者是一个营造厂，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其实这里面的人必须要先串接好一个好的云端系统，对，彼此之间要在改的时候设定好谁是 leader， 去管控这个事情，对，这样才会形成一个好的正向循环。对，但如果这件事没有建立起来，都靠某一个不太会全部的人去做，也生产，那全部靠外面更惨，全部都散落在外地，再回来整理也不容易这个是需要大家去思考。那这个地方呢，我再跟各位讲一下，我的视图样板是长这个样子的。未来会提供台湾在地化的一个视图样板会进榜，目前已经有了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东西都是一个模型，然后再出图。这里面的筛选是有条件的每一个项目我都只去比如说我去编辑它，我都只用一个东西、一个物件、一个品项去筛选我要的那个名称，只用一个条件。能够用一个条件解决掉你要筛选这个项目，就不要用到第二个条件，这样会乱掉。所以我尽量都是会用这个一个条件去解决掉。那比如说像这张管子比如说把给水管关掉，现在看得到给水管嘛所以我现在把给水管关掉，确定给水管不见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视图样板这些视图样板就是我们的各个子系统里面，怎么样去呈现出你是消防，你只出现消防的系统；你是给水，只出现给水该有的系统。没错，这样在筛选图都就很方便。对，大致上是这样的。那如果各位有兴趣，对，可以来报名。我们之后会再跟顾问这边开启一个前导课程那前导课程我们分入门跟进阶，但课程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我们比较想要知道的是这个东西如何帮助到你真正的实务。我讲实在话，这些东西对真正的建筑者或者是室内装修者没有实际的作用，但是他得知道哪一些人以后被培养成可以把这事完成的。对，我要能够把事情安全妥善的交给一个可以让我做后续维护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嘛。对，所以这是相当重要的。今天也谢谢顾问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内容回来到刚刚这个内容那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今天谈的所有的状态，这些内容呢，每一个东西都其实是，我不要说3年5年我觉得至少10几年来都是如此。对，机电一直没有进步，机电很难进步，不是因为机电不想进步。其实我们自己课程学员也有机电公司，他们想解决问题是，老实说，机电既不是在头就开始做，对，又不是在中间可以插入，最后收尾的话他收，对，这其实对你们来说也真的是很痛苦，不容易。对，所以如何把整个的位阶拉到大家可以摊开来谈的一个平台很重要。其实这边最后还有一个要东西探讨，就是机电的病人模型建制费用到底多少才是合理？我们随便先举一个例子一家营造厂拿到了这个案子之后，比如说假设他是有1000万的预算，营造厂先怎样？先拿掉300万，自己放在口袋里面。我不好意思这个是我是把业界会做的事情，就把它公开出来了比如说病的费用1000万，营造厂先放300万在自己口袋，发出去700万，700万呢，他再扣掉一半，剩350万，他的建筑结构模型先分一半，
剩下350万给机电发。机电在发的时候，他又要比价，再砍，对，砍个9折8折，一个案子本来有1000万的预算，最后流到机电的模型的时候，只剩下300万，或是剩下250万。那这样的东西，我们坦白讲，一分钱一分货了，对不对？你有多少的钱，多少给人家预算，那他就做多少东西给你。那当然我们也遇过，是说，你才给我200万，我就建模型给你就好了，为什么要再出图？这个也不能讲说不对，因为你给人家多少配，然后人家就做多少东西给你嘛。对啊。我回馈一下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从我建筑师的角度来讲，我们配给机电技师的这个事情，其实在台湾的法规里面，就公共工程来讲，建筑师其实是没办法审查这个事的。对，我们只是在前期规划一个BIM的费用，谁标到他要怎么控制这个，我是没办法控管他的，但他要把模型交给我审查，对不对？交给我审查是我可以不断要求他，但是他预算配好了，对，下去就是这样。那我回归回来这个事情呢，我们先不谈钱这个事，我觉得在谈钱就太俗气了。对，在这个整个 BIM model 来谈钱没有意义，但是我们要谈效益。对，到底这个 BIM model 完成之后，解决的是整个案子的问题，还是只有解决模型的问题？各位一定要把这个事放在头上。如果你们想的被带动的都是我只是在画模型、做碰撞检查，然后从2D 转3D， 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对，就是尤其是机电。当初在推的时候，就是强调碰撞这件事情，管路的碰撞的事情。对，那管路的碰撞就是我们刚刚看到我那个案例，就是它是联动的，所有的视图都是联动的。你可以因为给水管要去避让所谓的消防管碰在一起的时候，我可以下降或是爬升去直接做避让了，而不是把这个碰撞在一起截图出来碰撞前，然后在会议上面BIM的会议上面提出了200条500条的碰撞报告，请问谁要去解决？对，工程师他不会有时间去理你要怎么解决。建模的人本身应该就要具备所谓的这些概念。然后我这边容我再讲一下阎罗王阎老大大家应该知道是谁了。不一定，不是全部人都知道他。这个是我跟他在写 BIM 执行计划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到基于安全、信任、土建作业的需求，配管原则你一定要先出来电管漏电一定要在水管的上方排水管跟泄水坡度有关的，必须要先做检讨，因为我排水可能第一口要穿梁下来之后下楼板之后，我可能第一口需要穿梁，我后面的泄水坡度出去之后，它才有办法高于建筑法规的2.1米的最低的底线。假设你第一口不穿梁，好 ，OK， 那你走2底，你到后面可能就只剩下1米多了。这个东西就是你要讨论好。然后再来就是说，消防的配管，通常我们消防都会做干管，都会做穿梁，把消防的放在最上面，因为它就是一支干管出去而已那再来就是说，电管跟弱电，会有电磁性的干扰一个是有电力、有电压、电流。另外一个是传送资讯的，那这之间电线之间会有干扰的现象，所以你不能把电缆线跟弱电的线放在同一个电缆架上面这个绝对不可以那当然就是说应该是采用平行配置或是上下配置然后楼板的预埋管、套管一定要画上去，楼板的套管就是你管道间的套管也要放上去你要排列出来，这个管道间配上你管牌排好了，结果都可以，可是你放了套管之后，套管跟套管之间是碰在一起的，那也是没用。那再来这个东西就套图的时候，管径尺寸较大的管路应该尽量放置在正确的位置，小管子去让它，这样是成本上的考量然后套图的时候，大型的机设备还有配管应该标示，并且要考虑到，比如我发电机走在车道坡下去之后，放在地下室1楼，我这个发电机的高度会不会卡到梁？我的墙进得去还进不去？
其实很多东西在这个建模的时候都有很多实务观念在里面。对，而实务观念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时候我跟你讲真的，机电机师如果没有空去看的时候，对，同事在画的时候漏掉的机会还是很大的。对，没错，就常常就是门也发电机房的门做上去了，结果发电机进不来，拆门，然后再把墙打掉，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先去把这个设备的大小尺寸一定要先确定好，然后如果这个门小于你的设备尺寸，那你就要跟营造厂这边讲，你这个地方要缓足给我，先缓足，等到我设备上去之后，你再把墙补齐，门再补上去。我们来回馈一下，刚刚同学来问是他有个同学 Sam 他说建不建议尽量不要把同一个模型把不同模型放在同一个模型，还是说而不要用链接不同模型这样？就是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他想要问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模型在同一个模型做？对啊，刚刚我的做法就是这样的，不要用连接，对不对？不能用连接，对，用连接的方式就是我刚刚讲过，你给水管为了要去改，跟消防管碰在一起的时候，你没办法在这个专案模型里面直接改，因为我们现在的专案模型是联动的，所以我可以直接改。如果你是每一个系统化的时候，你就是用外部连接进来，所以你要去改消防管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消防的专案档卸载掉，然后再去开消防的管路，而且还有跟板的问题。对啊，消防管路改的时候，你还要知道你改的位置到底对不对哦。如果你改的位置稍微有偏差又套回来刚好又卡在那个位置又要再重新再回去再用一次。我回馈一下，从建筑跟机电机师合作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建筑跟机电机师合作的话，我们会开一个共同的云端模型。机电机师全部5大款在里面做，建筑在这边做，我们开一个云端模型，共同用连结，同时实时更新。对，没错，这样其实才是比较好的。对 ，OK， 对。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有同学在问就是今天这个 PPT 讲义那我跟各位讲一下。PPT 讲义其实是我们张顾问的一个核心，不过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我也讲了，我们其实是非常有心想要促进业界的，所以我们下一堂真正的课程我们也会做个预告，各位一定要记得我这边讲解一下这边里面的内容图例的还有刚刚都没有时间讲，这个时候机电的视图范围跟建筑的视图范围它站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对，没错，尤其像这个是排水，我要是建下的单楼层呢我是要建上的所以这些东西是我上课的讲义，不好意思，真的没办法给。没问题，这个本来就应该是我们认知还是一样的，我们会让真正有用的人、同学，然后真的有去接触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拿来应用。对，但是我们其实今天这个光是开放，各位也知道，业界几乎是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子很有荣幸的去邀到这次的机会那最后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我今年大概就是台北会在建筑研究院开课，然后再来就是协勤资讯协勤资讯这边也会开课那台中的话，如果我看需要我们随时都会开课，高雄也随时可以开课，因为我们都有教室可以租借那只要报名人数是满10个我就开了，我希望业界能够，我不是想要赚钱第一个真的不想赚钱，我也没有在接案子所以说我的终极目标是让更多人去了解怎么让机电的 BIM 应用在实务上面，而不是永远在那个 M 那边在那边转来转去。我们要的是 I 跟 M 结合在一起。我跟各位补充一下刚刚我们顾问讲的东西不但很棒，我要跟各位宣告更好的消息，因为其实这些内容顾问他其实是真的亲力亲为，想要亲自到不同地方教。那我跟他已经有另外一个协议，就是我们准备要开一个线上的课程，而这个线上课程他还答应了我，有机会可以在线上解答大家的问题。所以这个会是更棒、更方便大家不用舟车劳顿的一个方法。当然也不要让我们顾问舟车劳顿，其实是更棒的事情。今天从台北特别感谢，对，真的是很感谢他。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们来做这个发展的时候，我们就会让大家可以有机会真的是线上没有距离的。其实我跟您说你可能以为只有台湾，全世界都有人想要学这个事情。当我们透过这件事情去串接的时候，像我们其实现在也有这个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学员，当然是华人。对。可是这个东西我们能够帮到全世界，就不会只有局限在这个地方。当然了，机电这个东西是比较特殊，就是它是
因各国的法规不同。不，我跟你讲的这个逻辑不太一样。嗯你想的是真的把它画出来，对不对？对我其实跟各位讲学对的那个观念，走下去的事情都会是对的。了解了解。最怕的就是你继续再用模型去做这个所有的事情。当然，其实国外有国外的强项，但是我要跟各位回馈的就是这个内容其实很重要。也是有人希望线上课程，因为线上课程其实真的比较方便，而且它可以回播啦。谢谢。我们会促成这个事情，也非常感谢各位真的来这边参加到现在，有在我们的频道上面加入的，或是有在我们的 LINE 上面跟我们连接到的，都欢迎来询问，我们会持续跟大家更新的内容。好，那很高兴，谢谢大家。OK，好，谢谢吴建筑师。